奋不顾身，走每段旅程。谁该被爱，谁该去恨，如何区分？眼前未必真，时间会作证。绕了一圈，不过想要内心的安稳。梦和醒哪个比真？哭和笑谁更残忍？我们说服自己，学会欣赏，对错却没有追问。以为该发生，却没有发生。等到想拥抱，怀抱已变冷。我们用力挣脱，渴望重生，最后把自己伤得最深。以为该结束，却继续放任。等到伤痕累累才肯承认，发现离开是用转身，而忘记却要用尽一生。这是人生的必经过程。我爸的情况怎么样啊？怎么会突然晕倒？张先生体内血糖过低才会昏倒，他现在已经没大碍，只要留院观察一晚，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多大队，再一次麻烦你了。别客气，你好好休息吧。谢谢。老爸，你 OK 吗？你刚真吓死我了嘞！放心吧，我死不了的。你看啊，让我这么一搞，你们连饭都没得吃。快点去吃点东西，回去休息。我留下来陪你吧。不用了，你一个人留在这边很闷的。你觉得你留下来陪我，我会不闷吗？这样吧，爸，我留下来陪你，我陪你很好玩的。你很潮哎，爸想休息都不行。奇怪了，爸就喜欢我潮嘛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不过还是想你回去。你们三个都先回去，要留下来吗？就新雅一个就可以了。对啊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留下来就好了。我以前当过护士，留下来照顾爸最适合。是呀，你们三个就别婆婆妈妈，赶紧回去 ，Go Go Go！那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来，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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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一点啊！我说呀，原来孩子都真好，生病了有那么多人关心我，那种感觉挺好的。哎呦，你身体这么不舒服了，还笑得出来？我开心就笑啊。其实你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，真的不想告诉立行。告诉他真相，难道我的病就会好一点吗？可是我……别可是了，你看你老是唠唠叨叨的，早知道当初我不告诉你们我有病。如果不是我发现，你会告诉我吗？怎么了？要不要去医院？不用，我吃点药就没事。你放在哪里？放在那个柜子左边那个。谢谢你，心雅。爸，你得了什么癌症啊？什么癌症？我得的是哮喘病跟心脏病。你别诅咒我。你忘了我当过护士吗？我知道这个药是用来控制癌症的。
今天我不告诉你啊，你是不会死心的。没错，我起肺癌。那你为什么不接受治疗呢Dr. Day 说，我能治好的机会很渺茫，反正都是死了，我又何必白白受折磨呢？还有多久的时间？估计不多了。星雅，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帮我保守秘密，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。但是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告诉立行，让他有心理准备啊。早一天让他知道，就让他多担心一点，有这种必要吗？你真的很固执。哎，星雅，你身为我的员工，你敢骂我固执？你胆子蛮大的你。会。好了，星雅，你放心吧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做。惠山，等一下我们会先去看景，然后再跟客户见面。今天就由你来跟客户解说。我？有问题吗？你现在跟我说，我突然有点紧张。不要紧张，当成是一次学习的机会，放轻松就行了。别担心，应付不来的话，我们2个都会帮你的。我们对你有信心。我会尽力的。哎，张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没关系，这位就是新媒体大厦工程部门的经理 Mr. Chua。惠山。你好。你好。三。好，你好。谢谢你给我们机会呈现我们的 idea。请坐，请坐。坦白说，毕竟你们的园艺设计部门还很新，怕你们经验不足，所以我们也有和其他的园艺设计公司接洽。园艺设计方面，子源的经验确实不比其他的公司来得多，但是我们可以提供全面的服务，包括园艺设计、定时维护、打理和翻种等等。你把工程交给我们，你可以完全放心。你们的服务确实很全面，我想听一听你们的初步设计概念。我们打算采用垂直花园的设计，在墙面上种植植物，这样的做法可以充分利用你的空间，也很有时尚感。垂直种植法会不会让植物看起来显得很杂乱？这点你放心好了，我们会选择一些既漂亮又容易打理的植物来让你们选择，同时会派人定期来修剪，肯定不会有杂乱的感觉。听起来很不错，你们做一个 proposal 给我吧。好的。谢谢 Mr. Chua。会议一完就马上投入工作，我应该叫爸给你颁一个勤工奖的。我是外行人，不加把劲怎么行啊？其实园艺设计和室内设计最大的不同，就是园艺设计有生命。当我们设计一个庭院的时候，其实是在给植物设计一个家，所以要用到的植物一定要能够自我生长。这样的生命力和生气，是园艺设计成功的关键。有些植物的生长期比较长，我们需要给它们预留一些成长空间，还要把它们放在对的地方。就像你刚才提起的阴性植物，只能种植在背光的地方。没错，很多蕨类植物都不能忍受强光的照射，我们不能为了美观而违背植物的本性。原来园艺设计有那么高深的学问。对了，你对植物那么在行，从小就接触植物了吧？我从小就是在这个花圃长大的，这里的花花草草都是我的朋友。在花圃长大？是啊。那这里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吗？经过20几年的发展，其实变化蛮大的。唯一不变的就是它的名字——紫园。你怎么突然对这里这么感兴趣啊？我来这里就是要学习的嘛。
谢谢你教我那么多。不用谢，你懂得越多，就能帮我分担的越多。说到底是我赚到了。哎呀，你干嘛老是跟着我啊？你不上班去，你是偷懒是吧？我扣你薪水。我没有偷懒啦，我今天是我留下来陪宿你 ，OK？ 肯定是例行小题大做，我又没什么事，为什么要安排人来陪着我呢？有人陪你不好吗？有人陪我是好，但是局限在这个地方，把我闷死了。哎，要不我们出去走走？不可以啦，我答应过例行哥要照顾你的。哇，万一被他知道的话，死字怎么写，你知道吗？他告诉你，你不可以带我出去，没有说我不可以带你出去啊。走啊！哎呀，不好啦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在例行放工回来之前回到这里，那不就安全了？哎，老爸，你这样让我很难做人呢。哎呀，要是你把我闷死在这里，你的责任更大。去呀，去啦！哎，好了，我们去了 ，OK？ 知道你想听老歌，我就带你去一个听歌的地方。听老歌？很好听的啊，包你满意啊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你要带我去什么好玩的地方，听老歌啊！哎呀，我觉得那些地方很潮的，我想我还是不要去了。哎呀，我们都出来了，就去一下嘛。OK， 好。阿才啊，你看前面有没有地方靠一下，停一下啊？干嘛？我们都出来了，你叫他停一下，为什么呢？我突然间想起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，我马上要处理，我才放心。哇，有多重要？我们都要到了，听一下，我们再走。不是啊，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的，要不你自己去？我自己去，你不要扣我薪水啊！绝对不会。OK。拜拜。宝贝。来，妈咪看看。哎，奇怪，以前呢，你每次拍摄回来呢是又瘦又黑，这次好像……啊！哎，对不起，这里没地方事，要走！别去，还记得我吗？张老板。是呀，哎，给点面子我。今天晚上你喝了酒，我来付。你说的啊。好。那我陪你喝来。你没事吧？你等等。曾相思河畔见了你，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。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秋风无情，为什么吹落了淡风？青春尚在，为什么会褪了残红？啊，人生本是梦，自曾相思河畔别开车。妈咪，你今天怎么又重出江湖？哎呀，不是啦，因为今天是老歌之夜啊。那老板要我唱几首，我就答应只唱2首。对啊，算了啦，我妈的歌声是这么的甜美，唱歌一定会醉死很多人的。啊，你今天是吃了蜜糖啊？哇，嘴巴这么甜呢！我说的是真的嘛，尤其是那首《相思河畔》，不知道迷死了多少人呐。哎，那倒是哦。不过妈咪啊，Auntie Mary 曾经跟我说过，她说我亲生父亲也是被你的歌声迷倒的。为什么你会突然间提起你爸？没有，我现在这部戏呢，里面有个老爸，然后跟他演着演着，有点假戏真做的感觉，就觉得很可惜哦。小的时候没有老爸，
哎，有老爸的感觉还蛮好的。哎，你不要这样啦，我知道从小到大你都不喜欢我讲老爸的事情的，我只是好奇嘛。OK， 妈咪，我都长这么大了 ，For once， 你跟我说一下吧，我老爸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？我只能说，他是个无情的人。肚子里面的孩子是谁的？孩子当然是你的啊！你还想骗我？这肚子里面的孩子根本不是我的。你听谁说的？夜总会的麦口说的。为什么？是我对你们不够好吗？为什么你们都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张庆东，我第一次在夜总会遇见你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后来我才知道你是有老婆的，可是我就控制不了自己，我心甘情愿跟你在一起。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我就感到心满意足。现在你来怀疑我，我可以不计较名分，我可以不理别人对我的闲言闲语，可是我最不可以忍受你对我的不信任。亏我这些日子对你这么一心一意，今天你为了别人的一句话，你怀疑我给你戴绿帽？我对你太失望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能不能跟孩子打个招呼？我的孩子跟你非亲非故，没有这个必要。美兰，我知道是我不对，过去我不应该怀疑你，不应该听信谣言，是我的错，我对不起你，好吗？如果你真的觉得对不起我，就不要打扰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母子俩过着平静的生活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想给你们两个一点补偿。张庆东，你我不知道吗？现在你的老婆带着孩子离开你，你身边没老婆跟孩子，你才会想起我们母子俩，对吗？不是的，这5年来我一直想念你们的母子俩。真心话，我不想你再抛头露面，唱歌赚钱来养孩子。回我家吧，让我照顾你们俩，好吗？我不稀罕你的钱，你最好不要在我们母子面前出现，要不然我就会带孩子离开新加坡，让你找不到我们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没有再见到他了。哇！我没想到我亲生父亲是这么无情无义的人。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，我早就麻木了。宝贝啊，如果那个人他现在想认回你，你会回到他身边吗？不会啦，你是我妈咪的，我是你养大的25年呢，他有尽到他的责任吗？我跟你讲，如果他现在敢出现在我面前的话，我是绝对不会认他这种烂爸爸的。等一下唱歌的时候呢，我飞你一个跑，让你轰动全场。你要死是吗？跑很贵的，不要啦。哎呀，一点点钱也怕什么啦？美兰姐，华哥，今晚有空来听歌啊？我是特意来找你的。魅力跑路了，你不知道呢？你是要当保人，我当然找你喽。Mary 跑路啦，难怪这几天她都没来做工。虽然我跟你有交情，可是我钱财是分明的哦。我明白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我多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，
到时候你不还的话，我就对你不客气喽。啊？明白。走。什么担保啊？什么赌债啊 ？OK， 多少钱5万。5万啊，妈咪不是小数目哎。哎呀，没办法了，宝贝，Mary 是我好姐妹，她急着要用钱，所以我不能见死不救的嘛哦。是啦，我知道你是很重情的美兰姐，但是现在是你死啊！哎呀，完蛋了，我的薪水只有3万，还差2万，怎么办？哎呀，不用担心啦，我有办法的。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我就有办法啦，有。你在干什么？你怎么可以偷爸的东西？要不是我回来拿文件，你就得逞了。不知道他之前偷了多少东西。不要乱讲哦，这是第一次。第一次也不对啊，为什么要偷东西呢？爸，对不起啦，我是逼不得已的啦。每个犯法的人都会说自己逼不得已了。我们都快要发薪水了，为什么还要偷东西啊？薪水只有3万，我需要5万。为什么要那么多钱呢？我妈替人家做担保，那个人跑路了，1个星期，如果我妈交不出那笔钱的话，大龙就会要她命。我跟妈相依为命哎，我一定要帮她的啊。别担心，5万块我给你。帮我？是。不过我希望你知道，偷东西是不对的。以后有什么事跟爸爸说。来，到我房间，我开支票给你。哎，为什么不跑了？不行了。不可能，你是担心我。我呀，精力充沛。还可以跑很远的，过度运动也对身体不好的，还是休息一下吧。有时候我觉得你讲话真的挺闷的，不过这次讲得很有道理，好吧？那我们就歇一下。哎呀，好久没跟爸爸一起运动了。是哦，我最近好像很忙，少了单独跟你出来活动。以前我们去哪里做什么？都是2父子一起出去的。其实我有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，你花了那么多钱，干嘛还把自己搞得这么忙啊？你心疼我的钱？不是心疼钱，我是担心你被人家占便宜。就好比子杰，他偷东西，你不但不怪他，还给了他5万块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子杰偷钱呢，是绝对是不对的，但是他的出发点是为了救妈妈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帮他。你心肠好，把他们当亲生子女，可对方未必有同样的想法。我是怕你被利用。难道你不喜欢他们3个吗？不是不喜欢，我是担心你受伤害。我明白了，你吃醋。我吃醋？是啊，以前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孩子，现在多了3个，分薄对你的关心，所以你吃醋。爸，不是我。好了好了，我跟你开玩笑了，光吃醋啊会胃疼的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我就请你吃早餐当补偿，这样可以了吧？走啊！爸，特浓黑咖啡加半糖匙糖。哇，还记得哈，不错不错。哇，我动一动，你就知道我要什么，这么了解我，很危险。知道就好，所以啊，你还是老实告诉我吧。告诉你什么？为什么要招聘子女啊？我寂寞咯。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，
要是寂寞的话，可以找个老伴，可是你却偏偏找来3个陌生人当你的子女，这一点真的说不通。一心啊，说真的，我是有我的原因，以后你会知道的。所以为什么是他们3个，也是有原因的。没错。可是我发觉你对惠山和新雅好像不太一样，为什么？有吗？有。或许惠山呢比较冷漠，难以接近；新雅不一样，她呢比较善解人意，人又亲切。跟她在一起啊，挺舒服的。好像你很喜欢新雅。怎么了？哦，你也喜欢新雅了？没有，我是觉得你们很亲近，所以我知道了。嘿嘿嘿，你是怕呢他们霸占了我是吗？放心啦，无论我有多少个孩子，在我心目中啊，你永远是我最疼的。爸。哎，惠山，你不是去国外工作了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有几天假期，就回来看看你。哦，哎，这里很晒，到里面去吧。爸，我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吗？什么事啊？你还记不记得我小时候差点被一个倒塌的花架压伤？怎么突然提起这么久以前的事？我是突然间想起的。其实我对当年的事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，你可不可以说一说我小时候的事啊？这么久以前的事，我都没印象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哦，这是我以前工作的花圃。这是紫园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最近看到他们的网站。你以前是在紫园工作的吗？那我小时候，你是不是常带我去玩？哦，事情过了这么久，我都不记得了。哎呀，顾着跟你聊天，我要去施肥了啊！我去忙了。爸曾经在这里工作，我小的时候，应该是他带我来的吧。全叔，哎，惠山，你在这里工作很多年了吧？一转眼20几年了。那你认识程大勇吗？他以前也在紫园工作的。程大勇，就是他，你对他有印象吗？没见过。你再想一想嘛。真的没有印象啊，对不起啊，帮我聊你。谢谢你啊，陈叔。哎，不谢。惠山，这是你要的文件。谢谢你啊。刚才听你探问一个人，叫程大勇，谁是程大勇啊？他是我爸。他以前也是这里的员工。我记得小时候来过这里，还曾经发生过小意外。小意外。我去忙了。我什么都愿意给你呀！应该离开的人是你呀！下次你老公不要你，你怎么可以赖着不走啊？是不是要你老公赶你走，你才肯走啊？厚脸皮的女人！干嘛？想替你妈出钱？我一只手就可以掐死你！我来了！
人的女儿，我讨厌你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可以麻烦你载我去一个地方吗？好啊。谢谢啊。告诉你多少次，不要惹祸了。你还打人，还打到人家进医院呢。喂，这一次真的不是我的错嘞，我有听你的话去找份装修的工作赚钱。可是那混蛋以为自己是老板啊，就很了不起，把我当狗这样喊来喊去。 就不能忍一忍吗？我有，可是那个混蛋哦，不知好歹嘞，直骂直骂，我忍无可忍，不是请他吃一拳喽。喂，不过每次我想到他嘴巴肿得像猪嘴这样啊，我就觉得很过瘾嘞。现在有人要告他了，怎么办？哎，不用他管，我自己的事情啊自己解决。因为他有案底，闹上法庭会对他不利，我建议庭外和解。 管他利不利的，反正我在里面蹲惯了，我是当做去住雪雷喽。你是不是嫌我不够烦啊？好了好了，你不要生气了，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，OK？ 李律师，这件事可以拜托你帮我们处理吗？没问题。其实你不用送我，可以自己坐车回紫园。你匆匆忙忙跑出来又没请假。 我送你回去会比较合理啊。万一有人问起，我可以说我载你出去处理点事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小事。你还蛮关心你男朋友的。一听到他出事，不请假就赶着出去替他处理。他不是我的男朋友哎。不用不好意思承认的啊。他真的不是我的男朋友。 他是一个我认识很久的好朋友，我把他当弟弟看待。但是他整天闯祸，害到我很头痛。你放心，我会帮你解决的。谢谢你。邱心凌，24岁，大学毕业生，2年前遭遇一场严重的交通意外，导致半身瘫痪。邱志颖。 外号蚯蚓，街头小混混。自从21岁开始就打架伤人，进出牢房。半年前刚从监狱放出来。邱志颖、邱心凌，他们是兄妹，应该没错。如果他们是兄妹的话，那新雅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？ 蚯蚓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？我已经向邱志颖的老板谈庭外和解。由于他在工作地方打伤人，损坏装修，对方要他做的赔偿和医药费，要不然对方坚持告到底。要赔偿多少？1万。这么多啊？你快发薪水了，1万块应该不是什么问题。我有其他负担吗？什么负担？ 其实我可以帮你的，只要你坦白告诉我，你跟邱志颖是什么关系？你为什么要知道啊？我只是好奇。怎么样？接不接受我的条件？飓风，我到处找你，原来你在这里啊！我提早到就到处走走啊，碰巧遇见新雅，谈了几句。跟我来。来来来。 喂，你们在替谁庆祝生日啊？后天就是爸的生日，我们想给他一个惊喜，到时你一定要来啊，人多热闹。俊峰哥，当天我还会表演呢。新阳也会表演，我负责设计生日卡。我不会表演，就负责包办食物。你们那么有心，张先生一定会很感动的。所以当天你一定早点到，因为我们会给老爸一个很大的惊喜。没问题。
我也会准备一个惊喜给他。这是你的。这里还有别人吗？哎，等等，这送给你的。我不要。拒绝别人的礼物是不礼貌的行为啊！你怎么看起来闷闷不乐？是不是担心你那位朋友啊？哪位朋友啊？就那位常常来看你的男生啊。他怎么了？那天他打伤人，惹上官司啊。不过幸好有位女生对他很好，找我帮他解决。哪位女生？新雅。你也认识新雅？我是黑放。这个手链真漂亮，算你有眼光。外婆啊，我觉得这条手链戴在你手上不是很美，为什么呢？啊，我知道啦，因为外婆你长得太漂亮了，手链显得黯然失色。你坏蛋，整天口花花。你妈以前也常常买手链给我，可惜她现在不在了。张庆栋，你害我女儿年纪轻轻就死了。张庆栋，你不是好人，你不是好人，你不是好人。外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张庆东有好日子过的。Tim， 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。这阵子，我一直打电话给你，你都不接。今天你终于肯出来见我。我不想见到你，是因为你说你有重要事要告诉我。我给你10分钟的时间。慧珊，我知道，我再说1万个对不起，也无补于事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不应该为了少奋斗20年，背着你跟 Peggy 交往。幸好 Peggy 取消婚约，要不然我会后悔一辈子。因为我发现，你始终是我最爱的女人。够了，你剩下5分钟。我是想告诉你一些真相。当初我会出卖你，是情非得已啊，因为我被人威胁，要不然我绝对不会对你做这样的事。被威胁，这样的谎言亏你说得出。慧珊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之前我投资亏了一笔钱，一时糊涂，就挪用客户的钱来填补。后来我把钱赚回来了，但是却被人找到证据，说要报警抓我。如果他报警，我就会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，甚至可能会去坐牢。所以，当那个人提出条件，只要我肯帮他做一件事，他就销毁所有的证据，我就答应了。怎么知道，他竟然要我陷害你，让你失去工作，还逼我跟你分手，一步步把你推入绝境。那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不知道他真正的目的，我只知道他所做的一切是要让你走投无路，好让你去应征绝世好宫。他是谁？李俊峰。
我们无冤有仇，他为什么要对付我？这我也不清楚。不过我知道，爵士好供的老板张庆东，应该和这件事有关系。Tim 的话不像是编造出来的。如果是真的，李俊峰和张庆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你去哪里了？准备，时间差不多了。爸来了，来，准备。谢谢。哎呀，我看来真的是没白疼你们了。老爸，这是惠山亲手做给你的生日卡片。是吗？哇，好漂亮啊！你知道吗？你真的很有画画天分。这是我有生以来收到最漂亮的生日卡，谢谢你。惠山，今天是你爸的生日，你怎么看起来不开心？是不是你利用Tim来陷害我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Tim已经告诉我了，是你威胁他，让他害我失去工作，然后逼他跟我分手，这些都是真的吗？春风，真的是你陷害惠山的啊？不会啦，秋梦哥不会这么做的。哎，你不要乱讲嘞。为什么不说话？心虚了吗？俊峰，惠山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是你指使他这么做的吗？爸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是我收买了 Tim。为什么？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做那么多，全是因为张先生所托，让你来应征爵士好工作的。你是说我是内定人选？没错。俊峰哥，那我也是内定的。是。除了你们两位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位叫何家正医生，新雅也认识的。我是认识他。他一开始不想来应征的，是俊峰给我一笔钱，叫我想办法叫他来应征。什么东西啊？很乱呢！哎，俊峰哥，你可以讲清楚一点吗？如果没错的话，子杰和惠山是张先生的亲生儿女。我是你的亲生女儿。最后还是选择停顿，你没问，我也没吭声。离开的时候，我关了灯，不让你察觉眼角的余温。你的世界有几扇门？时间久了，是否也染成？最后是路过，还是被困？
谁又会是那个住下的人？你在我的世界留下了